好，我们紧接着来关心一下，昨天发生了这个全世界都非常震惊也瞩目的这个以巴后续事件哦，就是在加萨这边的医院竟然被炸了。医院通常在里头已经是老弱妇孺，可能是受伤的人在里头，但是这样的一个炸弹波及造成了500人死亡，所以这瞬间的画面现在也曝光了，这个婴幼儿死成一片哦，令人不忍直视啊！所以这个医院被炸之后，现场的遗体大多都只能暂时用白布或者是被单盖着，大量的病患紧急被送往了加萨走廊的另一家医院，这个西法医院。这家被炸的医院是阿里阿拉伯医院哦。那西法医院因为有涌入大量的伤患哦，有些人可能原本只是轻伤，要是被这个炸弹炸的伤势更加严重哦，所以很多医护人员只能就地为一些伤患急救。那另外有一些人是满脸鲜血的瘫坐在椅子或是地上。那半岛电视台也形容哦，这个是以色列的大屠杀，杀死了500人。那如果这事后真的证实就是以色列所犯下的这样的空袭的话，这也是15年来，就是继2008年之后，以色列单次空袭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所以这个事件也引起了国际上的震惊，很多原本要见面讨论的这种峰会取消了，甚至是很多人站出来抗议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HO 严厉谴责这样的攻击规模是前所未见的。那现在加萨卫生局讲说，这个就是以色列空袭造成的。但是以色列的国防军IDF 是否认，他说这是哈马斯发射的火箭这个发射故障之后所造成的。现在拜登也是说震怒，然后哀痛，说一定要查到底哦，要查出来最后到底是谁发射这样的一个弹哦，让这个医院甚至很多无辜的平民受伤。那我们看到医院遭炸之后，其实各方都在谴责阿拉伯大国里面跟以色列相对友好甚至有建交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已经谴责了以色列，还有非常多的国家都出现了抗议人潮。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相关画面哦。看到整个阿拉伯国家真的都是陷入到了愤怒的气氛当中哦。那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抗议的人潮，民众挥舞着巴勒斯坦的国旗，高喊支持加萨的口号，并且谴责以色列。那有很多愤怒的民众甚至朝建筑物来投掷一些石块。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国家，包含了像是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还有约旦的首都安曼，以及伊朗的首都德黑兰，还有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利比亚的首都黎波里通通都出现了相关的在街头上面这样的一个暴动的一些场面就是整个挑起了阿拉伯国家的愤怒。那你看看现在加萨的一些民众他们其实你说医院里头大概每日需要60万公升的一个燃料那来净化这些海水，可是呢，医院现在只能给病患大概每天300毫升300 CC 这么少。那甚至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民众排队乞讨饮水跟面包，有些加萨民众甚至去拿海水来喝，就说没有办法了，上帝保佑我吧。就还有这种画面，我昨天看到我们的 Focus 有这样的报道，所以其实真的让人家非常难过，这些平民遭受到现在目前的状况。那拜登的中东行也因此生变，本来有中东4方会谈，约旦原定就是邀请了4个国家，也包含了巴勒斯坦的阿巴斯。也要跟这个拜登在这次的4方会谈碰面，但是呢，在这一场爆炸案，就是医院爆炸案医院这个轰炸案发生之后呢，现在他已经宣布他不见拜登了，所以白宫就讲说，这次拜登的等于说此行最后只剩下去以色列。约旦国王也是等于说算是严厉谴责，他说中东整个区域现在已经处于坠入深渊的边缘，必须要尽一切努力来防止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战火往外蔓延。那哈马斯讲说，拜登其实你是听信了以国的说法，美国你这场针对我们人民
你们才是战争的罪魁祸首，而目的呢是要向以色列提供更多的经济和道义支持，然后鼓励以色列军来屠杀更多的巴勒斯坦人，这是哈马斯的发言人所指控的。那你看到连半岛电视台都说了重话，他说美国不应该当帮凶，别再带来战争哦。美国又想要扮演中东警察的角色，但是拜登政府不顾阿拉伯国家要求缓和或停火的呼吁，甚至要求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都要来谴责哈马斯，所以也让美国成为以色列战争罪行的一个同谋。所以这个半岛电视台也有非常严厉的谴责。那所以美国搞不好现在的整个重心要转变了。前一阵子它是已经从重心放在这种恐怖主义或者是恐怖组织的这种状况，转移到了中俄身上哦。但是我们看到像是一些报道都已经讲说，可能现在开始要转向了。那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讲说，没人能阻止某团体来采取行动。他说，以色列如果继续攻击加萨的话，穆斯林有关的激进组织可能会失去耐心。那我们看到拜登的国防战略也要开始转回中东地方了吗？他的这个重心可能要再次从中俄身上转回中东这里。那现在美国也要派更多的一些军援，调派更多的战机、潜舰。那我们看到了，包含了 F-15、F-16都已经到了波斯湾，还有2000名的部队也在待命当中。以色列是说要求美方给予100亿美元的紧急军援，甚至呢希望美国能够延长在以色列附近执行任务这个航母打击群的巡航时间。那美国到底会不会介入这场战争呢？现在就是大家有待观察。但是美国有一个最新的军援，把台湾也绑进去了。以乌台的军援，白宫考虑要请拨1000亿美元。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啊，就是这个加萨走廊的最大医院被炸，造成了这个500多人死亡，只是死亡啊，伤者的话更多。对，那这里面大部分是儿童，死亡大部分是儿童。那当然不只是阿拉伯世界了，主要有情感的这个人啊，正常的人类的社会啊，基本上都会非常非常悲愤啊，谴责。因为我们人类都是一个共同体，大家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怎么讲？都是喝同样的水，呼吸同样的空气嘛。我们都有这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怎么会去轰炸医院呢？对吧？联合这个所有的战争法，所以有2个地方绝对不能把战火带进去的，一个是学校，一个就是医院。所以这是绝对的是犯战争罪，要负责任的。20世纪末的时候，国际社会已经成立叫国际罪犯法庭，你任何人不能用任何名义做这种事情。所谓任何人，不管你是总统，你是总理，你是总司令，你是什么你不管什么名义，你是用国家的名义，你还是用政府的名义，还是你以全人类的名义，你就是不能做这些事。所以这些罪犯法庭起诉的都是什么？都是各国的总理，还有军人，还有他违反什么战争罪，你不能去打这个什么医院，你不能够去打学校。这就是违反战争罪，将来找到罪魁祸首，我不管，应该照现在的国际法，不管是谁，你都要绳之以法，然后呢加以制裁，法律的制裁。那这件事情呢，阿拉伯的各国派驻在联合国的大使啊，那么今天一早他们就已经在联合国召开联合记者会，他们提出一个观点，他说我们前2天在联合国安理会有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没有通过，他说如果这个提案通过的话，就不会发生在加萨走廊医院被炸，造成以儿童为主的500多个平民的冤死，他们死是非常冤的，因为联合国阻挡了一个提案。在安理会是负责这个事情的最主要联合国机构。这个提案的内容是什么？他说立刻实行人道主义停火，谴责一切对平民的暴力跟杀害行为。然后呢，恢复对加萨走廊的水电、瓦斯、药品、食品的供应。然后呢，双方立刻进入谈判，就这4点。你觉得有必要把它有人不同意啊？也就是不同意人道主义停火，也不同意谴责针对
针对这个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也不同意恢复对加萨走廊的各种的资源的供应，也不同意双方进行和谈。是哪4个国家？我今天告诉各位，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所以，如果不是这个4个国家做梗的话，今天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好，我们来请教岳老师。我说过嘛，我从小到大学东西，我现在都不相信是真的了。就是说是你刚刚讲到的话，让人义愤填膺啊，就是感觉到这是人道主义的危机啊，攻击这个医院啊，我就觉得说是不忍心讲。不过整体来讲啊，有3个消息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一个，你刚刚讲冤有头债有主啊。这个以色列居然不承认说，先是我听到的消息是jihad，就是圣战组织弄的飞弹，但是圣战组织的飞弹会打到自己，会一下子把一个医院打掉吗？现在这边又讲说是哈马斯干的啊，实际上的话呢，我们这几天看得很清楚，以色列的飞弹一个打一个准啊，1颗炸弹就整个楼就下来了，这大家都看到了。所以说这种事情500多人死亡，我坦白讲，你一个大楼里面要杀死500只鸡都不那么容易的，还会乱飞乱跳啊！人本身来讲是活的，光死的人500人啊，这个讲的当然了，我也是希望能够找出到底是谁应该负这个全责。但是这个事情太惨了，惨到就是说可以防范的却不防范，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我觉得如果是以色列干的哈，因为大家都现在都是我自己早上看到很多外国的媒体在讲说，以色列可能责无旁贷了哈，基本上。可能是故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呢，就布林肯就讲过了，拜登要来呀，对不对？这个拜登要来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基本上就是发挥美国警察的力量啊，要发挥这个美国本身当老大的力量啊，要发挥美国的军事的强力啊，要告诉以色列应该做这个做那个。以色列用500条性命来欢迎他，他来干嘛呢？对不对？风尘仆仆，80多岁老人了，然后到了以色列去，你算算看这个地图。然后呢，现在到了这个以色列去以后，啥事也不行。做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明显的被所有的以色列的策略。我相信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啊，这个以色列人恨这个哈马斯的程度啊，是超乎我们一般人的想象啊。首先要注意啊，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他们不是2个国家之间的对阵啊，以色列跟哈马斯也不是什么军队跟对阵啊，哈马斯是最多才2万人啊。那以色列本身现在一动员了30多万人了，快40万人了，对不对？而且包围加萨，你知道什么叫加萨走廊吗？加萨走廊就跟台北的大安区是一样的，密密麻麻。以前每一次以色列对于加萨要用兵的时候，都涉及到人道主义的危机，然后以色列就强调说，小心不要被哈马斯绑架了。你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话呢，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进入加萨。那这次的话呢，因为哈马斯先在以色列那边干掉了1600多人，好了，以色列不客气了，所以才出现这个悲剧。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这里头最后一个消息讲得非常严重，你知道什么？白宫考虑以联合方案形式请拨1000亿美元，用于支持乌克兰、以色列还有台湾呢。开什么玩笑？这关我们什么事儿啊？对不对？你乌克兰跟以色列你爱打成随便你啊，怎么扯到我们这边了？我们都非常害怕这个战火卷到我们这里啊，你不害怕吗？你不害怕吗？好，来请教舰长。10月11号，小舰长在这个节目里头，新闻大白话就用了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到底在讲什么呢？这张图片就在讲以色列从来不在意会造成的任何附带损失。附带损失是什么？附带损失也就是飞弹打它拦截飞弹的时候，飞弹如果它没有完全摧毁飞弹落地的结果，但是就跟刚刚苑老师讲的，以色列的飞弹是一个打一个准。可是我请问一下，如果哈马斯的火箭真的会出问题，只有现在这一次医院被命中会出问题吗？没有啊，应该以前就一直出问题啊，不会等到打中医院才出问题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讲啊，如果你以色列你无愧于良心，你就让那个国际的团队进去调查，看看那个碎片到底是是哈马斯的火箭弹，还是你以色列所丢下去的炸弹。那另外，为什么小舰长要拿这张照片？不是我自我标榜，而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大家用半岛电视台的
那个新闻那么少？因为这个就是认知战。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哦，这一个他们其实都在地下道里面，可是为什么他们以色列不在意这个附带损失？因为这个地下道在那个加萨走廊啊，事实上是密布在每个位置的。那而且更可能的，它就是通过了那个每一个地点，当然包含了医院跟学校才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必须要讲啊，刚刚岳老师就讲他以前学过的或他教的，现在都不相信了。相信什么？也就是联合国宪章第一项告诉我们的，联合国设立的宗旨叫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结果你的常任理事国就让刚刚讲的提案就不过之后就没有讨论的空间，然后就发生惨剧。而且联合国宪章的第2条第4款告诉我们，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既然都如此了，你现在美国跟以色列这样干，是准备让联合国的这个机制崩溃吗？让大家都不相信吗？请注意，一带一路峰会现在正在举行，就是参加的国家的领袖一共有140多个国家。那这样讲的话，慢慢的大家都向中国跟俄罗斯靠拢的时候，你美国最后只剩 G7。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过去在国际社会上面都形容巴勒斯坦就像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监狱，而现在这个露天监狱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人间炼狱了嘛。我们来看看这个加萨走廊，我们刚刚提到的阿拉伯医院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的确是这个以色列原本宣布可能是要轰炸的区域就是北加萨这边。那以军的发言人也讲说，现在拜登要到访，但是也不会推迟他们加萨的地面行动因为呢，他说哈马斯是需要被摧毁的，这是我们的军事目标他相信拜登也是这么支持，因为拜登也说要击败哈马斯所以他们讲的就是仍然没有退让的意思那现在目前面临到的就是以色列如果进来这个加萨北部地方，你看到下面盘根错节的就是所谓的加萨地铁不是真的道路上的地铁是以色列把这些地下的迷宫般的隧道形容这个哈马斯盖的叫做加萨地铁。那目前掌握到的一些数据就是说它延伸在一片大概只有41公里长10公里宽的地下，也就是加萨走廊的这个土地的宽度土地的面积。那这些隧道呢是建在地下混凝土屏障的下方也就是说这个屏障上布满了很多先进的反隧道检测传感器。以色列人想要感测到这底下的状况是没那么简单的所以接下来可能以色列以巴会在这边再发生更激烈的这种巷战也好，或者是地下战也好。那我们看看现在以色列狠击这个加萨地道网那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指出说，他现在就是要重点打击加萨城下方的这个隧道网络，也就是加萨地铁来削弱哈马斯的军事势力。那以色列甚至还用追踪的方式现在掌握到加萨所有的手机数据作为这个军事行动提供线索，所以有大概超过100万部的加萨手机，他们会随时监控。那说是为了减少平民的伤亡啦，但是一旦他们检测到说，这边有一些军事的人也在这边的话，会不会做出一些误判呢？这也会引发一些相关的讨论。那现在目前以军的发言人说，正在为下一阶段的战争预做准备，但是没有具体说明他们打算怎么做。但是他们现在俘虏到的哈马斯的一些人呢，他们有一种特殊的酷刑曝光，我们来听一下。好，我们看他们说这种酷刑就是让他们反复听8个小时以色列的儿歌就是用一种
让他们情绪崩溃的方式来逼使这些哈马斯的俘虏可能要交代出一些内容啊，所以这是以色列这边官方所公布出来的一个画面哦。那再来我们看看另外一个让大家觉得有点鼻酸的事情，以色列不是给予加萨北部的一些民众说，你24小时要从加萨北部离开，往南迁移嘛？结果昨天他们轰炸了加萨南部，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不是要不给人家一条活路哦？所以你看，以色列看似留了拉法口岸这条活路也就这个地方连接这个埃及的这个拉法活路，但是呢，昨天却以色列军轰炸了拉法市，此举等于是让难民根本没有办法往拉法走，而且刚走到这边的难民，就有些人就被炸死了。那 CNN 的一些记者还带着妻儿逃亡，还录下了整段这个逃亡路。他们本来是逃去了饭店，结果饭店被炸毁，然后他们又赶快又逃出来。他说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加萨全境没有一处是安全的。那我们也看到联合国巴勒斯坦的代表讲了一个非常心酸的话，我们来听一下。Today, our children are writing their names on their palms in order to be recognized once the bombs hit their homes. Our men are digging mass graves to bury the identified and the unidentified. Our women are cleaning the burns on their bodies with regular soap because hospitals run out of antiseptics. Our rescue teams are eating bread covered in blood to sustain themselves. Our paramedics are killed while saving lives. Our elders are thirsty, looking for water to drink under the rubble. Our families are denied the right to mourn. 然后另外一个我看到在 CNN 上面的报道这个老奶奶她其实就是被哈马斯给带走的这个俘虏之一然后她的女儿接受 CNN 的访问的时候她有说到哈马斯绑架了我的母亲，但是我谴责对于加萨的破坏，她甚至痛骂了纳坦雅胡她说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判断，也让整个以色列是不是都陷于什么不人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纷争当中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目前以巴冲突肖兹又跑去了这个以色列他说警告伊朗不要卷入战争但是他们的代表团准备要离开以色列的时候，竟然有这样 Twitter 上面流传一个画面，就是被这个警报吓到，然后全部包含了肖兹代表团成员全部通通趴在地上。另外苏纳克也说本周也要去以色列还不止如此泽伦斯基也说要去，但是被以色列拒绝了。那我们看现在目前古特雷斯就联合国秘书长讲说，哈马斯的攻击不能成为集体惩罚的理由，要求要立刻人道停火。那连欧洲的这个议员华莱士我们常常会放他的一个讲话，他也讲说这个欧盟现在到底是怎么了？难道巴勒斯坦的人命不重要吗？我们来听一下。 EU cares about human rights. If we all agree that killing civilians is indefensible, why are the EU directly supporting it? Israel is now carpet bombing Gaza. It amounts to the indiscriminate slaughter of innocent civilians. The European Union held an event on Wednesday to commemorate the lives lost in Israel. Why didn't they commemorate the lives lost on both sides, in Israel and Gaza? Do Palestinian lives not matter? The refusal of the EU to condemn the actions of Israel makes us complicit. We are giving Israel a carte blanche to indiscriminately attack the citizens of Gaza. F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o be respected in all circumstances. If the EU fails to support the UN appeal, we will have the blood of more Palestinian women and children on our hands. 好，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是现在开始呼吁要人道，那包含了这个普丁现在去到了中国大陆跟习近平碰面可能即将要进行习普会，也预计会讨论以巴战争。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谢老师，我们现在很多讨论都放在就是说以色列是不是要地面进攻其实地面进攻进不进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攻击方式它是以最现代的武器，大量的杀伤力的然后呢精准的这种空中这种还有地面的这个火箭攻击，对这个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在加沙走廊的民众进行无差别式的轰击那所以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讲昨天的这一场医院被炸这个就是一场，这个就叫这个英文的定义这叫什么？这就是大屠杀嘛，massacre 嘛。那整个现在对这个加沙走廊的200万以上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话，
那从国际法定义就是一场，这叫什么？这叫种族灭绝，基本上无差别的杀戮，而且这种杀戮方式事实上就是一个最高科技、最高水准的这种武器，在消灭一群手无寸铁的人，而且呢，更过分的是没水没电，没粮食，没有药，而且呢，到目前为止还不准任何这些东西进去。你知道，他是说现在在这个拉法这个埃及的关口，你知道，到现在卡在那边。埃及说，你先让我把人道物资、救援物资送进了加沙，我就会让人出来。以色列不行，你要人放出来，然后你的人道物资才能进去。所以到目前为止，以色列没有松口啊。现在就是里面没水没电啊，没食物。没药品，什么都没有。那我们讲到那个医院呢，我们讲那个大屠杀的话，美国的一个网站，一个军事专家讲，他说从那个炸弹爆炸的那个声音跟他那个爆炸方式他说是一个现代化精准炸弹。他说哈马斯的都是土制炸弹，他要10几颗才能把那个医院炸掉一次把一个医院炸垮，一颗炸弹把一个医院炸垮。这种飞弹他已经研判出来了，只有以色列和美国有这种炸弹。好，来问一下苑老师。我强调几个重点首先，第一个，我这里面因为整个加萨就220万人嘛，地方很小了大概就是大安区或者说是加上中正区这么大。监测的手机100多万台你看那个摩萨德有多厉害，基本上已经知道哈马斯哪个人还留在加萨，藏在哪里。所以他要进去里面打仗的时候，不会有坦克车，因为大家都看过战争，那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坦克车是不可能在一片瓦砾中进行，一个个的活捉，然后公开处决。公开处决是没有机会的，所以就当场就击毙要把整个加萨的哈马斯完全清除掉。但是我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为什么住在加萨的巴勒斯坦人跟哈马斯是很难区分的？因为仇恨太深了嘛。有一个妈妈，她2个小孩都死掉了，她讲说我要继续生，生出来的话全部做这种自由斗士，那还得了她是讲了什么？所以说这是第一点，大家要了解，冤冤相报何时了？我真的是不愿意讲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有人会讲说，哈马斯什么地道又是什么地铁它叫 Gaza Metro 意思就是自己脸上贴金了。他那个基本上，以色列的连手机都监控的这么厉害了，他难道搞这个地道前后一闷，然后水一灌，火一烧，对不对？基本上也很惨的，哪里有办法跟他对付？因为你要了解，我们这次看到的等于是以色列会把美国最新型的武器拿出来，就是说美国有什么武器，他给别人都是小里小气的，但对以色列大方的很美国为什么对以色列这么大方？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以色列可以开口跟美国要钱，美国很少是不满足，都是给5毛要1块的，对不对？那我们这边的话呢，都是要买武器不给你对不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差别待遇这个历史的背景大家也非常清楚。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本身很惨的原因是有原因。然后第三点最重要的，我觉得华勒士他讲的话很对，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问题是整个哇塞，我还花了10几年在欧洲住，搞了个半天，骗子，真的是骗子。来问一下舰长。我们现在在那个加萨走廊跟以色列边境可以看到这一种那个重型的重装甲的推土机这基本上来讲，那个它除了我们一般看到的铲斗，我们看这个好像是小小的，没有它3个人高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前面的铲斗很大，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它后面还有个柱厨它后面的柱厨是什么？它的后面就是我画红色框的这个柱厨，最主要的目的，它是想来刨掉那个以色列的地道，但是有用吗？没用。为什么？因为我刚刚翟轩讲到说，有关于它的那个加萨地铁它的深度是多少？30米30公尺这么深。这个你说小舰长不要乱讲这是 BBC 他自己的记者。直接下去看是30公尺。那刚刚有讲到说，有关于他使用的弹药
那它使用的弹药呢，其实一般坚信啊，它所使用的可能是GBU 28哦这种弹药，这种弹药呢，事实上它如果打在水泥上，它只能够穿透大概6公尺。那可是呢，它如果打在泥土上，它可以穿透的距离啊，大概就是100英尺，也就是30几公尺啊。那也就是它这样就可以了。它为什么一定要进入陆战呢？就是它要活捉哈马斯的这些人。但是小舰长有个问题想让大家想一想啊，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就是你现在可以掌控这100万个门号啊，也就是说你明明知道哈马斯在哪里，那为什么你10月7号你就没有办法掌握嘞？你现在变得就可以掌握嘞？这件事情啊，是不是个阴谋啊？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接下来啊，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啊，所有的兵力都往这里调啊。那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就是这一个福特号，因为它实际上它就在地中海，它直接的派到加沙走廊西岸的那个地中海里面。好，但是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他派艾森豪号，但是呢又拉差了。那艾森豪号你派出去，它不是可以马上它就可以马上出港，并没有，它又延迟了，代表什么？美国海军的那个军力呢，并不像以往那个样子。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叶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吃。大家好。好，立刻来看一下啊，现在是不是又要开始马维拉了？我们昨天有说到这个哈佛森这一位学者就讲说哦，因为来台湾演讲的时候啊，被特别叮咛不可以讲中国大陆的坏话，结果他还反其道而行，还特别多说几句哦。结果后来，哎呦，这个专门接送的这个司机也不接送了，然后去到饭店啊，饭店也被退了，行李也被扔出来了，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前头哦。那这个是来自于范云的转述，那我们看看，罗智强他当时是担任这个总统府的发言人，他说马英九根本就没有见到哈佛森啊，没有跟他交谈哦。那范云居然直接栽赃，证明绿营呢抹黑抹红卑鄙的手段是没有下限的。明明知道整件事情是移花接木、黑白颠倒，居然还用含沙射影的方式要嫁祸江东啊，要抹黑马英九哦。那所以现在这个哈佛森哦，就是说证实马政府称这个批评中国不被接受，哈佛森后来还有回应说啊，这是一个糟糕的做法。所以这个事情到底真相是如何呢？现在有一种不同的讲法。那但是呢，马英九也有鼓励说，现在应该两岸要和谈呐。那他到美国的时候，这样的访问的时候提到这一番话，外交部立刻跳出来讲说，马英九这样的讲法是在迎合中国大陆，不符合现在台湾的民情啊。他讲说，蔡英文执政8年以来从不让中国大陆取得对台使用武力的借口向马喊话，要求回应是否接受让中华民国被矮化为中共所统治的地方政府呢？就有这样子，这个外交部直接来质问我们前总统马英九这样的一个场面出现那其实很奇怪啊，因为讲说两岸要和谈，要有这种和平的交流，不是蔡英文跟赖清德也都说过吗？赖清德之前还讲说想要招待习近平虾仁饭、珍珠奶茶套餐希望一起共创幸福。蔡英文的国庆演说说，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愿与北京展开民主对话。你们可以说，马英九不能说，这怎么回事？马英九立刻就叫做迎合中国大陆，那蔡赖就不迎合吗？那这标准是你们自己定反正现在选举到了啦，你用这个角度看，你就懂他们在干嘛了啦。吴钊燮就讲说政治人物到海外应该要呼吁他国给予台湾更多支持，对于马英九到他国指责支持台湾的人士感到遗憾。他总是会出来感到遗憾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因为以巴的这个战争嘛，所以有最新的民调，对于两岸开战的话，现在已经有45.78%的民众很担忧，未来3年内是不是两岸有可能发生战争？比起上个月升高了3.53个百分点，也创下5个月来的新高。另外还有54.68%的民众希望跟中国大陆展开全面的对话交流。
那这样的背后呢，就是因为多交流就可以避免两岸有冲突或是开战嘛。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花莲的七星哦，现在也要被列到红色海滩哦，因为其实自从1989年这个汉光6号之后，国军就没有把这个东部的七星潭的海岸纳入红色海滩哦。那今年国防部要全面来检讨，就是有可能解放军会对台两栖登陆的20处的海滩，那这个七星台又再度被纳入了，这是今年5月份。国防部下令要扩大这个解放军可能会登陆的红色海滩，要进行全面的检讨跟验证，所以现在被纳入的又增加了一些。那再来我们看看，美日现在在评估哦，西南群岛扩充据点，要提升对于台海的这个事变的一个事态的应变力哦。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像是这个神奈川县的这个综合补给场，还有这个横滨市的美军设施横滨北码头，以及驻韩美军的基地哦，卡洛尔营，还有美国属地的关岛啊，这些就算是西南群岛，所以这些地方都要这个上紧发条了，要这扩充据点，然后来因应现在目前台海的局势嘛。那这是美国他们现在有一些新的规划哦。那再来我们看看昨天的后续消息，就是加拿大的军机跟解放军的这个军机哦，感觉上面一触即发哦，有这样的所谓的危险拦截吗？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段新的画面。We're watching closely here as this Chinese fighter jet intercepting the Canadian Armed Forces Aurora plane that we're on board. It's within a few meters of the wing. Wow. That's about as close as you can get. 好，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真的2台军机哦，真的是2架军机，真的是离得非常非常的接近哦。长达8个多小时的任务当中，至少呢，这个是从加拿大观点来讲，至少有2架不同的解放军军机持续拦截了加拿大的飞机哦，甚至呢还在加拿大飞机的附近发射了多枚类似烟火的照明弹，双方一度距离不到5公尺，就是我们刚刚画面后半段所看到的。那加拿大的国防部就批评说，此举非常的鲁莽不专业，而且危险。北京也回呛啦，就说你加拿大的军机到家门口来挑衅哦。那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相关的画面，就是说其实所谓的家门口就是在台湾的上方这里，离得非常近的位置哦。所以真的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家门口了呢？那我们再来看看，现在解放军的危险动作很多，这是来自美方的指控啊。他们讲说，美国国防部的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这瑞特纳，他公布了五角大厦释出最新解密的照片跟图片哦，显示出解放军的军机的胁迫还有危险行为，从前年的秋天到现在已经有180起哦。目的就是在于胁迫国际社会成员放弃基于国际法的权利，所以美国也跳出来指控了，感觉呼应加拿大。那再来看到美国的海军黑寡妇哦，联合演习，首度移师到了这个太平洋，过去都是在大西洋的海域举行哦，这次移到了太平洋。那由于呢，太平洋舰队的任务呢是横跨这个全球大半个海洋，所以呢水文环境多变哦。那现在这个潜舰部队呢形成了极大的一个挑战，再加上呢中国大陆持续扩张这个海军基建的一些规模，所以凸显出来现在美国当务之急哦，就是要整合空中、水面还有水下的一些战力哦，然后来磨练联合反潜战力的一个重要性哦，所以他们这个黑寡妇就搬过来这边来进行第一次这样的演习。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这个真的，我看了加拿大这个讲法跟美国的讲法，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就常理来判断吧。今天你拿着武器哈，拿着刀拿着枪跑到人家家门口啊，在那边晃来晃去，结果你说别人在胁迫他，你接受吗？对，那别人也没跑到你家门口啊。所以加拿大我们都知道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对，那跑到这个太平洋这边来。那你说是人家在胁迫他，这胁迫他一定要跑到太平洋这边来吗？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就是说强词夺理啊，这个加拿大这种强词夺理，说人家胁迫他，真的是这个从常识的说法都知道，说不过去，站不住脚。
自己的军机跑到人家家门口，说别人胁迫他，这个我想啊，这考验我们的最基本的常识了。好，另一方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这个什么美国这个民权方面的人士啊，他从头到尾没有提马英九3个字啊，他只讲了说马英九政府，马英九政府，马英九政府已经有8年，一个政府里面有上百万人啊，他讲马英政府是谁啊？他从来都没有讲马英九3个字啊。那结果呢？这个范云怎么传的呢？范云从头到尾都是马英九，这不是说谎，公然说谎，公然扭曲是什么呢？对不对？我觉得他应该要跟这个哈佛生2个要对质一下，对你讲的到底跟汉云传的话到底有差了多少？对，那你比如说马英九今天到处在呼吁和平、两岸和解，对，这就是这个主调嘛。他到美国也这样喊，在台湾也这样喊啊。对，走到哪都人家希望两岸和平，两岸不要对立。他自己不但是这样说，他在主政的8年，两岸是和平之海，台湾海峡是和平之海。台湾海峡，台湾享受数十年来最稳定的一段时间，大家就觉得战争已经远离了，台湾已经远离战争了。没有多久啊，蔡英文上任没有多久啊。台湾是什么样一个处境？英国人告诉全世界，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对，所以很简单嘛。今天不管是吴钊燮也好，还是马英九政府也好，蔡英文政府也好，他们批评马英九，就是批评两岸，主张两岸和平的人，主张两岸怎么和解的人嘛。他就是反对两岸和平嘛，反对两岸和解啊。那他们主张什么？他只是没讲出来。他主张就是要继续敌对，继续怎么样？有没有和平不重要，对不对？主要是他的意识形态价值，他们的意识形态最重要。那这些意识形态是什么呢？吴钊燮是世所公认的啊，顽固台独分子啊，对，他搞台独可以牺牲台湾的和平，对不对？而且连主张和平人他们都要批评。这就是现在这些我们台湾面临的危机，就像吴钊燮这些人啊，都位居高位，这个是台湾最大的危险了。好，来请教舰长。我们这么说啊，我们看到这一张照片啊，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亮点是什么？也就是刚刚翟轩所介绍的有关于热焰弹的部分。释放这个热焰弹到底是不是？到底这个行为专不专业？我必须这么讲，非常专业。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依照飞行人员手册所规定的，也就是当我要进行驱离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手段，而且是用先用化网先来，就是我使用无线电先来驱离你，驱离不行的时候，在白天就是利用这个，在另一侧，也就是说。我不想让你继续往右靠，所以我在这里放，让你向左转。这件事情，飞行人员手册是全世界人员通通都，全世界的民航飞行员都在看的一本书。那这本书甚至被美国列为美国联邦法规之一。所以你加拿大说这样的不专业，到底是谁不专业啊？还是遇到大陆你就什么都说不专业了呢？所以不要胡说八道。另外，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你的反潜机上面会有记者？你分明这是加拿大的媒体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就是上一次中云号被苏州舰直接从前面切过去，就是这家媒体，就是 Global News 这一家。另外，前一段时间，加拿大的舰艇穿越台湾海峡，加拿大的广播公司上面也派了记者在上面。你为什么会有记者在军舰上面？你不就是在做摄影官？你不就是在做大内宣吗？你这真的是训练吗？你不是训练，你是要做大内宣的。另外，我们刚刚讲到说黑寡妇的这一个演练啊，的确往年都是在大西洋。为什么？因为他所设定的对象是俄罗斯，
可是现在新兴崛起的是大陆的潜舰部队。现在大家常常看到这2张图啊，这上面是那个095，下面是096。这个图到底是谁画的啊？这个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他所推出来，他说未来解放军的发展就是如此啊。然后他讲到说，这个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真正的威胁。那当然，这一种威胁对台湾来讲可能有一点距离。为什么？因为弹道飞弹核潜舰跟台湾无关。那我们其实要注意的是039的柴电潜舰，它的部署的位置就在杭州关里面的大蟹岛跟象山港，这个才是我们讲到我们的国造潜舰真正的对手。好，来问苑老师。这个最近啊，巴以冲突啊所导致出的结果，让台湾人感觉到这个战争的威胁啊，似乎是越来越明显的。这里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个那个川普的那个国务卿庞佩奥他说过，这世界上最危险的3个地区啊，一个是乌克兰嘛，还有一个是中东嘛，中东讲的就是巴以嘛，然后第3个就是台湾嘛。啊，我非常惊讶，这个数字45.78%啊！哇，我本来以为我一般的碰到的话，我觉得4%的人都没有很紧张啊，搞了半天是45.78%，看样子我是没有不接地气了哈。但是我觉得呢，连蔡英文自己都讲了，这战争不是一个选项啊。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说主要出现的一个原因，第一点呢，就是大家要了解，因为台湾本身呢，要战争还是要和平啊，是可以选择的。其实我有的时候讲这个话，我心里觉得很难过，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这个节目啊，我们讲的内容啊，是讲给特定人士听的，其他人爱听不听随便他。但是我觉得我是针对全台湾人讲，因为45.78%基本上是将近一半了，一半人对于发生战争非常危险啊。你看到今天的消息就知道，战争是越打越狠，越打越惨啊，这是第一点。但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个马英九本身做的事情啊，因为我觉得马英九这个人，他原来是不统不独不武嘛。他基本上强调的是台湾要永保一个安康的一个环境，所以说他本身在对于这个什么叫哈佛生的这个人的话，这个委内瑞拉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力？为什么要请他来这么多次？我不知道哈，但是我明确的知道一点，就是说，刚刚介大使讲得很清楚嘛，这个人活着，他们来对质就好了。那个范云本身原来是我的老同事，我认得他的，对不对？他现在的话呢，就空口说白话。我不是说他在造谣生事，我也不是说他在说谎话，但是你本身要把证据拿出来嘛，要负责任，因为你指责一个以前做过总统的人，你要替人家说点话嘛，对不对啊？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是觉得说，目前为止啊，蔡英文啊、吴钊燮啊，或者包含了他们底下的幕僚人员所作所为啊，跟他们自己做的事情刚好相反的。他一方面知道，因为连他们自己本身都很害怕战争，然后另外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把大家扑向往战争的方向走，所以这里面所产生的一个结果的话呢，就是尤其是看到那个赖清德现在还在开玩笑啊，要去吃什么虾仁炒饭啊，要去吃什么吃什么珍珠奶茶什么的啊，就是这种想法的话，感觉上像是吃豆腐一样，被讲过很多次。啊，所以说的话呢，我觉得呢，像目前为止呢，美国本身呢，确实是我感觉到美国目前为止是有点慌乱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中东的战事对美国来讲真的是一个意外啊，因为大家可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我今天上课跟学生讲，自从中东发生战争以后啊，我从小到大学的所有的国际规范、规则与规矩啊，通通都是假的。这么严重，我上课就讲了这句话。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